当爱流向自己，爱情自然向你靠拢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泛起微光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我过去在爱情里的辛苦，不是因为不幸运，也不是因为遇不到对的人，而是因为爱一直没有流向真正需要它的地方。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只要我够好，够付出，够温柔，够努力，爱情就会顺利靠近我。于是我学着贴心，学着理解，学着退让，学着什么都替别人着想，却忘了问一句：我有没有把同样的爱给过自己？我总是先顾虑别人的感受，再看自己的委屈，总是先维护关系，再照顾自己的情绪，总是先满足别人的期待，再处理内心的疲惫。久而久之，爱情不是没有到来，而是每一次靠近都让我更远离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段耗神的关系里突然醒来，不是因为对方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突然感觉我怎么好像把自己弄丢了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爱情不会因为我牺牲自己就变得顺利，爱也不会因为我掏空自己就变得持久。原来真正的阻碍不是别人不爱我，而是我不曾让爱好好落在自己身上。于是那天起，我开始练习让爱流向自己。我开始问心：你真的喜欢这样吗？我开始问身体：你现在舒服吗？我开始问灵魂：这是靠近你的选择，还是远离你的选择？这些小小的提问，像是在为自己重新打开爱的入口。我开始愿意停下来，照顾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逼自己坚强。我开始愿意表达需求，而不是默默承受。我开始愿意拒绝那些让我消耗的亲密。我开始愿意承认，我值得一段让我变得更好的爱。当爱慢慢流向自己，我的边界变清楚，我的心变稳定，我的能量变柔软。我不再急着抓住谁，也不再害怕失去谁。奇妙的是，就在我不再追，不再讨好，不再委屈自己时，爱情真的开始靠近。靠近的方式变得不再急促，变得不再混乱，变得不再充满测试与焦虑，而是像一种刚刚好的靠拢。有人愿意听我说，愿意理解我的情绪，愿意在我退后时等我，愿意把我摆在心里，也愿意让我靠近他的世界。那不是因为我突然变得更好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散发出我值得被好好爱这样的能量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爱情之所以难，是因为很多时候我把爱全给了别人，却忘了自己才是爱的源头。你越能让爱流向自己，爱情越会自然靠拢，因为你不再用匮乏贴近谁，也不再用害怕抓住谁，你用的是完整，是稳定，是柔软，是我值得。而这样的你，才会吸引到同样懂得爱的人。爱情永远不是追来的，而是被你成为的能量
吸引过来的。当爱流向自己，世界就会把同样的爱流回你身上。当我明白值得被爱，爱才愿意靠近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亮起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意识到，我过去在爱里的受伤，并不是因为不够好，而是因为我一直怀疑自己到底值不值得被爱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在关系里小心翼翼，害怕太多，害怕太少，害怕失去，害怕被看穿，害怕自己不够。于是我用付出证明价值，用讨好换取安全，用沉默保护脆弱，却没有发现，我越害怕不被爱，就越难真正被爱。因为我从来没有站在我值得的位置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镜子前看到一张疲惫的脸，那疲惫不是来自别人，而是来自我对自己的怀疑，已经把心磨得伤痕累累。那一刻，我突然问自己，如果我连自己都不相信值得，爱要怎么靠近？那是一种穿心的真实。于是，我开始练习相信，相信我并不需要完美，相信我不需要证明，相信爱不是奖赏，相信我本来就值得被爱。当我慢慢站到这个位置，我的能量开始改变。我不再急着抓住谁，不再害怕被看见，不再为了讨好而委屈。我开始用坦诚靠近人，也用温柔靠近自己。就在这样的改变里，爱真的开始靠近，靠近的不急不躁，靠近的有温度，靠近的像是说，我一直在等你相信自己值得。后来我才懂，爱从来不是没有来，而是以前它找不到入口。当我明白值得被爱，那入口才真正被打开，而爱终于能走进来。你越能看见自己的光，越能吸引看见你的人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柔软发亮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我一直渴望被理解、被看见，却很少真正看见自己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总在别人的眼光里寻找答案，想知道我有没有被喜欢、被肯定、被需要，甚至被认可。我把价值放在别人的反应里，却忘了问我自己有没有看见自己。我看见自己的失误，却看不见努力；看见自己的脆弱，却看不见柔软；看见自己的不完美，却看不见独特。我总是放大阴影，缩小光亮，直到我也开始相信自己不值得被看见。有一天，我在无意间听到一句话，如果你不亮，别人怎么知道你在发光？那一刻我愣住，因为我突然发现，我不是没有光，我只是一直把它藏起来。于是我开始练习，慢慢的，小心的，重新看见自己，看见自己的善意，看见自己的韧性，看见自己的努力，看见自己的诚实，看见自己的温度，看见那些即使跌倒也没有放弃的瞬间。当我越能看见自己的光，我越能自在的存在。我不再逼自己符合谁的喜欢，不再害怕别人看见真实的我。
不再为了被接纳而缩小，而退缩，而沉默。而就在我变得明亮的同时，世界开始出现不同的回应。有人愿意走近，有人愿意理解，有人愿意看懂我，有人愿意留在光里。因为我的存在，终于有了被看见的方向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吸引力法则不是魔法，而是一个最深的原理。你看见自己什么，世界就会看见你什么。你越能看见自己的光，越能吸引看见你的人。因为光会带来光，懂得欣赏的人，自然会被吸引而来。而你，终于不再需要躲在阴影里等待被发现。当我停止害怕失去，爱开始靠岸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清晰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原来我过去在爱里最深的挣扎，并不是爱的不够，而是害怕的太多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在关系里紧抓着，抓每一句话，抓每一个细节，抓每一次沉默，抓每一个没有回应的瞬间。我以为这是珍惜，其实那是恐惧在替我控制。我怕失去，怕变得不重要，怕不被选择，怕某一天醒来，一切又像之前那样在没有预兆中崩塌。于是我把心包得很紧，紧到连爱想靠近，都会被我自己的焦虑阻挡在外。我不知道，原来害怕失去，比真正的失去更让爱不能呼吸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自己也被这样的紧抓，耗得毫无力气。我突然明白，我不是怕失去某个人，我怕的是失去那个我以为能证明我值得的人。那一刻我沉默很久，然后第一次真正地问自己，如果我把爱寄托在别人身上，那我什么时候才会安心？答案没有声音，却狠狠撞开了我心里的一处真相。原来我所有害怕失去的背后，都是我没有好好相信自己。于是我开始练习，慢慢的，不再从恐惧里爱人。我不再急着抓住，不再紧盯讯息，不再分析细节，不再用不安挤压每一个瞬间。我开始让自己放一点空间，让呼吸变慢，让心变得柔软。我开始明白，真正属于我的，不会因为我放松就离开。当我停止害怕失去，我不再用焦虑绑架关系，不再用猜测消耗情感，不再用如果你离开我怎么办去阻挡任何靠近。而就在这样的松开里，爱真的开始靠岸。靠岸的方式不激烈，不拉扯，不考验，不戏剧化，而是很安稳，很自然，像一艘一直在海上找寻出口的船。终于看见灯塔亮起，知道可以往前靠近。我发现，当我停止害怕失去，爱反而更愿意停在我身边。因为我不再逼他证明什么，不再要他负责我的安全感，不再把他推到的永远在的位置。我只是让爱以他舒服的节奏靠近，而我以我真实的样子接住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失去不是爱的敌人，恐惧才是。当我不再害怕失去，我终于有能力
看见爱正在发生，感受爱正在流动，承接爱正在靠岸，而爱永远只会靠近一个不再用害怕迎接它的人。当我停止害怕失去，爱开始靠岸，因为我终于让爱有地方停泊。你越能活在爱里，越能吸引爱的循环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柔软而真实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原来爱并不是一种结果，而是一种状态，一种新的姿态，一种愿意敞开、愿意相信、愿意流动的能量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爱需要等对的人，等刚好的时机，等更好的自己，等命运安排。但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我却活得小心，活得紧缩，活得防备，活得像爱永远在远方。我没有发现，不是爱没有靠近，而是我的心没有在爱里。我活在担心，担心不够，担心被拒绝，担心失去，担心自己不被选择。于是我越担心，越无法真正感受生活里已经存在的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被一句话点醒：你内在没有的东西，外在不会持续。那一刻我突然理解，如果我内心没有爱，外在就算给我也接不住，也留不住。于是我开始练习活在爱里，不是等爱来才开始爱，而是先让心回到爱的频率。我开始感谢那些愿意听我说话的人，我开始珍惜那些给我善意的瞬间，我开始拥抱那些让我变得柔软的时刻，我开始允许自己被照顾、被理解、被支持。我不再把爱当成交换，不再把爱当成奖赏，而是把爱当成一种存在方式。越这样做，我越感觉到爱其实一直在流动。它在一顿热的餐点里，在一通简单的关心里，在有人愿意陪伴的沉默里，在我愿意对自己温柔的那一刻里。当我真的活在爱里，我的能量变得不一样。我不再急着抓住谁，也不再需要证明什么。我开始散发出一种安稳的温度，而就在这种温度里，爱的循环开始被吸引。爱以不同形式靠近，有的是理解，有的是陪伴，有的是支持，有的是新的相遇，有的是过去的疗愈，有的是我在的回应。这些都不是偶然，而是我把自己放在爱里的那一刻，世界开始用爱回应我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吸引力法则从来不是我想要什么就来什么，而是我成为什么就吸引什么。你越能活在爱里，越能吸引爱的循环，因为你正在散发一种爱得起自己，也爱得起世界的能量。而这样的人，宇宙会把更多爱温柔地推向他。当我爱上自己的灵魂，爱也开始爱上我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悄悄亮起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意识到，原来我过去在爱情里的失落，从来不是因为没有遇到对的人，而是因为我一直不够靠近自己。很长一段时间，
我把重心都放在外在，努力让自己可爱、体贴、懂事，努力成为一个值得被爱的人，却忽略了，爱从来不是我变得多好，别人才会给，而是我能否先看见自己内在已经存在的光。我以为自己在寻找爱，其实我是在寻找能替我肯定自己的某个人，能替我看见我价值的人，能替我填补我忽略的部分的人。我没有发现，那是一种把灵魂交给外界定义的方式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安静地坐在房间里，没有期待，没有角色，没有表现，只剩下一个最普通却最真实的自己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感到一种陌生的靠近，是我自己正在看着我。我第一次问自己，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值得，你会愿意相信自己值得吗？这句话像是一道光，照进我心里最深的阴影。我才明白，我渴望的从来不只是被爱，而是被理解，被看见，被完整接住。而这些，只有当我愿意靠近自己的灵魂时，才会真正发生。于是，我开始练习爱上自己的灵魂，我开始欣赏自己的善意，哪怕世界没有大声鼓掌。我开始看见自己的坚持，哪怕没有人看见我曾经的疲惫。我开始接住自己的脆弱，不再责怪，不再催促，不再羞愧。我开始允许自己喜欢我原本的样子，而不是被期待塑造的版本。爱自己的灵魂，不是变得骄傲，不是要否认缺点，而是用一种温柔的眼睛看见我所有的面向，并且说，这些我都愿意接受。也就在那段时间里，我的能量开始慢慢变得不同。我不再从讨好中寻求安全，不再从依附中寻找价值，不再从比较中确定自己的位置。我的心开始慢慢站回自己的中心。而奇妙的是，就在我越来越爱自己灵魂的同时，爱真的开始爱上我。有人开始以更真诚的方式靠近，有人开始愿意理解我的复杂，有人开始欣赏我内在的深度，有人开始在我的坦诚里看见温度，看见力量。爱的靠近变得自然，变得稳定，变得不费力，因为我已经不再需要靠担心失去去绑住任何东西。我发现，我越爱自己的灵魂，越不会把自己卖给焦虑，越不会把自己缩到只剩需求，越不会把自己卷进渴望被肯定的循环里。我开始散发出一种讯号，我值得，不用证明，不用祈求，不用依附，我本来就值得。而宇宙永远会回应这样的频率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爱不是交换，爱不是寻求，爱不是填补，爱是相遇，是两个已经完整的灵魂彼此靠近。当我爱上自己的灵魂，爱也开始爱上我，因为我终于走出隐藏自己的阴影，站在光里，让世界有机会看见真正的我。而真正的我本来就值得被爱。
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